有人问襄阳大战时的郭靖能不能打赢10层龙象般若功的金轮法王，就这么说吧，郭靖常态下都能稳赢金轮法王，因为一个最直观的参照物就是杨过。大结局杨过是靠黯然销魂掌的极致爆发力才把金轮法王打败，而黄药师曾评价杨过的黯然销魂掌可与郭靖的降龙18掌比拟。杨兄弟，你这路掌法以力道雄劲而论，当今唯有郭靖的降龙18掌可以比拟。这里大家容易忽略一个点，那就是特殊状态下的黯然销魂掌才能和降龙18掌持平。假如杨过心情大好，那么掌法威力就会减弱，这时的黯然销魂掌是比不上降龙18掌的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杨过的极致爆发才等于郭靖的常态降龙18掌，所以常态下的郭靖绝对能稳赢金轮法王。大结局金庸先生不安排他俩打一场，一个是怕郭靖抢了主角杨过的风头，一个是为了凸显杨过的成长与救赎，完成新老侠客精神的传承。但这里又有网友说了，你这样比较过于片面，那咱们直接来看两人的硬实力与战绩。金轮的10层龙象般若功，原文称每一掌击出都有10龙10象之力，重达1000斤之威，却是1000年来密宗第一人。可这门武功虽力量巨大，但始终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重力轻质后劲不足。书中金轮宇宙博通比拼内力时，他虽然凭借龙象巨力持平，却也始终无法突破空明拳以虚御实的防御，还有与一灯大师隔空对击时，也仅能勉强抗衡，根本占不了一点上风。说白了，16年后的金轮只是把力量点满了，技巧实战经验那是一点没有进步，更像是一个单点爆发的莽夫。反观人家郭靖，此时的配置完整版九阴真经加全真玄门内功，加降龙18掌，加左右护国术和空明拳等，可以说五绝最完美的武学体系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。这些年他早已把降龙18掌练得刚柔并济，不像之前洪七公那样一味刚猛，而且他几十年镇守襄阳带军拼杀，实战经验早已打磨得登峰造极，根本不是金轮这种实战匮乏的能比的。你看16年前金轮面对郭靖，那差距真的不要太大。大圣关英雄大会上，两掌就把金轮震得气血翻涌，说不出话来。襄阳城楼上3箭把他射得当场发呆，自愧不如。还有蒙古大营带着一个拖累杨过，在中了潇湘子毒烟的情况下，仅凭7层掌力就把金轮打得口吐鲜血。再看金轮16年后龙象大成情况下，遇到个裘千仞还打了1天1夜，而裘千仞武功早就不如郭靖了，如此战绩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。郭靖对金轮就是绝对的碾压，16年前都如此，16年后郭靖的功夫早已更进一步，打赢金轮就更不在话下了。